嗨，大家好，我是熊哥，欢迎来到 RPA 教室，好久不见啦！从上次发片到现在，经历了5个多月，那熊哥到底在忙什么呢？我在去年8月底从大企业离职了，那正式的出来教学，并且在10月跟11月进行了 BA 跟 SA 的企业课程。那首先我们要祝贺我们其中一位非资讯本科的小学员，那恭喜他跳槽成功，他帮自己加薪了20%。那在去年上完熊哥的课程后，他准备了4个月，终于在农历过年前收到录取通知。那在教学的这期间呢，也收集了非常多学员的问题跟回馈，就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吧。好，我们这一集来分享3个主题。第一，目前 RPA 市场在流行什么？那第二个是去年3月开始跟学员互动到现在，学员的 Q&A。那第3 part 是熊哥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呢？好，最近大家应该可以发现 RPA 相关的频道，它发芯片的比率变少了吧？ RPA 从疫情到现在也差不多6年了。那不论是透过同事啊分享、顾问引荐啊、代理商介绍或原厂说明等等。RPA 在许多企业内已经算是人人皆知了啦，那该导入的几乎都导入了。大家比较想要知道的是，目前 RPA 引进到什么程度吧？好，我大致上看了一下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啊，那有些是在介绍实作的语法，那有些频道它说明 RPA、DPA、APN 等架构。但无可避免的 ，RPA 看似能介绍的都介绍的差不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新的议题。那就熊哥个人的观察，工具厂商目前将 RPA 锁定在个人辅助工具，所以将更多的 AI 跟 RPA 结合，就像 UiPath 有推出 Document Understanding， 它将表单辨识的功能绑入了工具之中，缩短人员耗时去寻找插件的时间，降低扩充功能的门槛。未来同学们如果有需要，我们再来介绍这些新的功能吧。但以目前 RPA 的范畴，目的是达到数位转型，是否有需要使用到 AI， 这就需要看个人工作上的需求了。因为 AI 确实可以有效的加速个人作业，但是很多的企业因为资源限制，不太能串接往外的 AI 服务。那如果要建置内部的 AI 系统，可能维护成本又过高，才会衍生出这种由 RPA 工具厂商内建的功能。那花钱消灾就能解决啦。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熊哥这阵子收到的学员回馈吧。那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为什么要学 RPA？那之前有想要来上熊哥课程的人，我都会先了解你们的学历背景、目前工作、学习 RPA 的动机跟最终的目标。大部分的人不外就2个原因，第一个是承接公司 RPA 工作，那需要额外提升的专业能力。那第二个就是为了职涯规划，那可能是求职、转职、跳槽，那最后目的都是让薪水增加。好，所以我们把问题分认为2种类型，业务型跟技术型。那因为专案执行的时候，大都会有分业务端的专案 PM， 那跟技术端的工程师 RD， 这2种思维跟发展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先来看看业务端的问题。问题1，非本科的人学习 RPA 和资讯专业的人知识点差多少？好，我想是有学生听到我先前的影片啊，因为转职 RPA 工程师门槛相对较低，所以也想要尝试转换跑道。那就本科跟非本科2者最大的差异在于，资讯专业人员对电脑软硬体的术语较为熟悉，那比较不会出现在讨论流程时看不懂要查阅的问题。那例如 FTP、URL、Share Folder、Read Only、Extension Name、Bat、Windows Command、Task Key、Invoke 等等。那这些对本科生来说其实都不难，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在使用电脑的人而言，你要学习这些知识就会花费不少时间。那 RPA 虽然只是流程改善的其中一种自动化工具，但从头到尾就是在做数位转型嘛。那如果你对这些数位工具环境都不熟悉的话，那就不建议直接挑战 RPA 的领域哦。好，问题2， 5年前 RPA 学习资源更少的时候是怎么学成的呢？好， RPA 是非常封闭的环境啊，你无法在网络上查到企业内部的资讯，那顶多就是从顾问的口中得知一些进度。学习的资源大都是来自于原厂工具商，当时的 RPA 光是要正常的运作都非常的不容易，那特别是在介接元件的技术上需要多方尝试。但现今的 RPA 工具已经非常成熟，功能还越来越强，语法的查询资料也越来越丰富，所以现在要写 RPA 已经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了。
那 YouTube 上还是陆陆续续有人在提供实际案例跟教学，大家可以自行查询需要的语法。那熊哥最不喜欢花费时间讲语法了。好，那问题3，一个 RPA 专案需要有哪些角色共同推动呢？一个企业级的 RPA 专案需要有 Operator、Process Owner、Business Analyst 跟 System Analyst、Programmer 以及 Maintainer。当然，这个是指一个具有集中作业的大企业内才需要，中小企业不见得有这么多的人，通常都会缩减成3个人。那 OP 跟 PO 会是同一个，那主要负责提供现有的作业资讯。还有就是 BA 跟 SA 会是同一个人，那负责流程的梳理跟设计 RPA。最后是 PG 跟 Maintainer 是同一个人，那负责开发跟维运。那这里要记得，企业级的导入其实它就是在建立一个协作模式而已。那但若是个人的使用，单纯的把 RPA 当成辅助的小工具来看待，就相对简单许多。好，再来是比较偏技术端的问题哦。问题4，BA 跟工程师的定位差异在哪里？好 ，BA 叫业务分析师嘛，那跟工程师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一个是对作业流程转换成 RPA 规格书，那另一个是将 RPA 规格书转换成相对应的 RPA 行为，那两者是前后端工作的差异，但是不代表 BA 就不需要熟悉 RPA 的行为哦，因为像 BA 或多或少要能知道 RPA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甚至哪些东西做不到。那这需要借由跟 SA 的设计师或 PG 的工程师的讨论之中才能得知，甚至是自行去摸索工具。好，这些都是需要花费时间来累积的哦。另外，业务分析师如果可以对企业的流程熟悉是最好不过的。那借由盘点跟优化之后开发出来的 RPA 流程才不会效率不足。好，第5点。RPA 这个低代码工具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学习，那是不是直接学写程式法比较有效益呢？RPA 工具厂商一直在主打低代码工具，那号称可以短时间就能开发出一个简单的流程来，确实没错啊。但 low code 的工具也是需要学习的哦。那界面简单不代表容易学呢。It's simple but not easy。光是要把 Nice UiPath 上面每一个 activity 的那些属性弄熟，也是颇不容易的。而微软推出的 Power Automate Desktop 跟 Schoolab 推出的 Robotic， 这2个工具相对的属性就少很多，要搞懂话就相对的轻松。因为语法跟 RPA 行为都是需要去测试的，是否值得学习，我个人是觉得还是看企业策略，大多都是被代理商或顾问说服，公司已经买了某某某工具，那你就只能配合着使用了。而另一派的说法是 RPA 工具只是一个过渡产品，由于企业长期 IT 人力资源不足， Low-code 工具刚好找到一个突破的切入点，可以被定义成 VBA 这种个人使用的服务，不需要受到开发规范跟限制，才让许多业务流程可以提早做到自动化。但 IT 部门也不是闲着啊，许多的核心转型、微服务、API 串接等等都会陆陆续续的改版推出， RPA 借鉴的系统会一个一个升级，那或者 EOS， 最后 RPA 能开发的流程效益会越来越少，所以有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不使用 RPA 工具开发新的流程了，他们全力专攻 Python， 毕竟 RPA 工具是作业层级，相较于 Python 这种系统级的工具， RPA 还是会有出错的风险，能用 Python 跑就尽量用 Python 建制。就我了解到的资讯，有一些企业招收的 RPA 工程师也大都需要转去 Python。好，问题6， RPA 开发可以分工吗？是的， RPA 开发可以分工，那只要将功能模组化以后，多人写一个流程是没有问题的。通常说不能分工，大概都是组织跟文化的议题啊。还记得3年前在企业内啊，开发中心的工程师跟我说，RPA 流程没办法多人开发，那一个人只能够对应到一个作业，因为开发人员他的 KPI 是算开发公司，彼此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并非算专案完整度。那开发越久，单位内部计价越多，每个流程都是各自独立，慢慢的开发。那如果被安排到 0.5 个人力的就更惨，那开发需要拖延半年之久，这也是造就熊哥有规划跟调度能力。他主管愿意投资环境跟人力自建，我跟2个外包人力，3人分工将 RPA 模组化拆分，到最后整体无缝衔接。
在不影响作业端服务的情况下，开发出更优质、更稳定的 RPA 设计，那可以消化更多案件量。最后，熊哥的课程到底在教什么？还记得熊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语法不值钱。如果你是 RPA 工程师的话，大部分都会认为熟悉语法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样不是非常矛盾吗？因为在企业导入 RPA 前，数位转型的阻碍远比学习 RPA 工具的语法大得多，所以学习导入 RPA 的方法论比语法还重要。BA 的角色重于 SA 的角色，又重于 PG。PG 就是纯 programmer， 工作就是熟悉建制语法，所以写程式是很末端的底层作业。如果要透过当一位纯 PG 达到年薪100万，必须要累积非常久的资历。熊哥自始至终都在打造学生变成 BA 或 SA 人员，这两者在未来才有更好的发展。就以 BA 人员来说，基本上熊哥的课程都是在培训一个具有能力导入 RPA 的专案经理，从看懂企业内部的问题，适合用哪些 RPA 工具，哪些适合系统改善，要怎么说服老板导入，效益如何评估，要借助哪些人力，整体的费用跟资源还有建制时期，公司内遇到排斥怎么办。上了整体的 BA 课程，就能了解到 RPA 从导入到运行后的全貌，同时也可以学习到很多职场上专案管理跟部门沟通的技巧。另外，如果选择了 SA 的角色，要知道 RPA 的架构怎么设计，版本的管理，怎么拆分模组功能，规格书上面容易遗漏什么，怎么开发一个 RPA 代理人，让自己维护更轻松，怎么样不花钱就有免伺服器的中控平台，机器人之间怎么互相沟通，还有一些特别的 JavaScript 介接语法，撰写一个作业帮自己的影片按赞。语法并不是重点，就看学生需要哪一种工具。这一波课程也出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学生，通过了熊哥的测验，拿到结业证书，真的替学生们开心。熊哥也会持续的提供面试技巧跟未来职涯经验分享给大家，期待大家未来都能透过学习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能力跟收入。好的，这一集就先介绍到这边，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几个客户是怎么找到熊哥，并且我是如何协助他们做数位转型。喜欢我的频道还是要订阅、按赞并开启小铃铛哦。期待下次的分享，拜拜。